在我出生的那一刻，连日的大雪奇迹般的停歇，阳光破源而出，金光洒满大地。然而，喜悦的气氛并未持续太久，文婆惊呼着宣布，还有一位即将降临。这个消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沉默。国师曾预言，皇后将生下十全十美的孩子，而我正是那第10个，但现在预言似乎出现了偏差。我的妹妹紧随我之后出生，天空再次变得阴沉，雷声滚滚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由于早产，我的身体异常娇小，而我的妹妹却显得健康而丰满。太医在检查我时发现了心悸的迹象，因此宫中的人都视我为吉祥的象征，而我的妹妹则被视为不祥的预兆。这种偏见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愈发明显。我揉着眼睛从睡梦中醒来，看到韩宇在一旁玩着拨浪鼓，我努力地想要爬向他。孙嬷嬷见状立刻上前，小公主想要拨浪鼓吗？她用力从韩宇手中夺过拨浪鼓递给了我，我忍不住露出了笑容，孙嬷嬷也笑了。韩宇哭闹着想要夺回拨浪鼓，但孙嬷嬷却将她推到一边。我们的公主尊贵无比，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我得意的嘟起嘴吐了个泡泡。亲爱的妹妹，这只是开始。我手中的拨浪鼓摇晃着，母后不时会来看望我。虽然大家都认为韩宇是不祥之人，但父皇总是认为无论如何她都是他的女儿，他不能就这样将她遗弃，因此他让照顾我的嬷嬷们多费些心思。母后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宫中的人都偏向我，但在父皇和母后面前，他们会稍微收敛一些。我看着走来的母后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孙嬷嬷扶稳我，我握紧拨浪鼓，向母后伸出手。母后母后惊喜地抱起我。安安真是母后的乖女儿，总是想着母后。鼓给你，我软软地靠在母后胸前。上辈子母后对我非常好，但后来因为韩宇的陷害，她开始对我失望。母后一边叫着我心肝，一边完全忽略了韩宇。这也难怪母后我现在才11个月大，就已经能说一些简单的词。而韩宇从出生到现在，无论父皇母后怎么逗他，他都不开口。面对一个会说话会笑的孩子，他自然会被忽略。不过为了树立我温柔善良的形象，我指了指一边舔手指的韩宇。妹妹母后这才意识到旁边还有一个孩子，但看着韩宇满脸口水的样子，她有些犹豫。孙嬷嬷见状抱起韩宇，而公主今天也很乖巧。妹妹，我挥舞着小手想要去抓韩宇，但韩宇却一拳打在我的脸上，我的眼睛立刻红了。母后立刻将我抱得远远的，轻声哄我，安安不哭。母后在这里，随着母后的安抚，我的哭声渐渐消失。母后低头亲了亲我的额头，我笑着用小肉手捧着母后的脸，咯咯地笑着。母后将我抱到床榻上，安安不要怪妹妹，她也是不小心的。我装作听不懂，吐了个大泡泡。母后看着那边的韩宇被孙嬷嬷哄睡着了，便将我也抱了过去。乖乖睡觉，母后一会儿再来看你。孙嬷嬷温柔地接过我，我眯了眯眼睛，打了个哈欠。母后摸了摸我的脸，便离开了。孙嬷嬷看我快要睡着了，稳稳地将我放在韩宇身边，但她又怕韩宇不老实，会压着我，所以临走时，她还将韩宇往边上挪了挪。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远，我默默睁开眼望向一边的韩宇。他睡得正香，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拿起一边的拨浪鼓，极力控制住不听话的小手，一下一下地往脸上砸去。韩宇被声音吵醒，他呆呆地望向我，见我越打越起劲，他觉得好玩就要上来抢。我任由他抢过拨浪鼓，他学着我刚刚的模样，一下一下地打在我的脸上。想着时间差不多，我便放声大哭起来。韩宇见我张嘴，竟将棍子塞进我嘴里。
我震惊地瞪大眼睛，刚刚喝的奶全吐了出来。韩宇笑着用手按着我的脸，将棍子使劲朝我嘴里按。无论我怎么挣扎都挣扎不开。好在几位哥哥下学后都会来看我，我也是算准了时间才敢这么做。但我实在是没想到韩宇竟会将棍子往我嘴巴里塞。就在我觉得自己真的快死了的时候，耳边传来好几声叫喊。还没反应过来，大哥韩晨许便将我抱了起来。我的嘴角和身上都沾满了吐出的奶水，脸上也布满了拨浪鼓留下的红印。韩晨许见状，立刻让人去叫太医。这次韩宇欺负我的情景被几位哥哥亲眼目睹。他们原本还会反驳那些说韩宇是未育之女，在心天生坏种的流言，但今天之后他们沉默了。我哭泣着躺在韩晨许的怀中，周围的哥哥们也围了上来。二哥韩晨念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，心疼地说：“这下手得多狠啊！”孙嬷嬷听说我差点被打死，吓得连手里刚热好的奶都摔了，她颤抖着跑进来。太医刚看完我，迎面就撞上了孙嬷嬷。太医公主怎么样了？孙嬷嬷焦急地问。太医摇了摇头，公主喉咙受了点伤，脸上的痕迹过几天就能消下去。孙嬷嬷脸色苍白地走进去，她跪了下去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韩晨许就让她起来了。免了不怪你，韩晨许说。我眼眶通红地望着韩晨许，他见我这般委屈，看向韩宇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厌恶。韩宇却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他抓起一边的拨浪鼓，再次朝我丢来。我吓得小声哭了起来，韩晨许皱眉将我抱起来，走了出去，几位哥哥也跟了上来。大哥以后安安不能再和韩宇养在一起了。韩晨念捏着我的小手，眸底的心疼都快溢出来。我止住哭声，又有些昏昏欲睡。小孩子本就觉多，我还哭了这么一场。半梦半醒间，听着哥哥一声声叫着安安，我忍不住翘了翘嘴角，怪不得韩宇从前那么爱哭。等我再次睁眼看到眼前的父皇，我高兴地吐了他一脸口水。父皇抹了一把脸，我们安安受委屈了。我用脚蹬着父皇的腿，父皇拖着我的屁股，将我抱在怀中。看着桌上的奏折，我没有犹豫，挥舞着小手将它们全部打落在地。调皮，父皇笑着说，我得意地扭着脖子。晚上我被父皇抱着回了永寿宫。母后也听孙嬷嬷讲了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也有些后怕。见我没什么事，心里总算安定下来。皇上安安不能再与他养在一块了，母后说。父皇点了点头，让人将韩宇抱去别处养吧。安安出生就身子差，不养在身边正不放心，母后同意了父皇的建议。第二日一早，我便瞧见孙嬷嬷将韩宇送给了另外一位嬷嬷，而那位嬷嬷便是上辈子照顾我的那个。因为韩宇被养在其他宫里，所以我非常安稳地长到了5岁。因为身体原因，我一切都是父皇母后亲自教导的。有时候各位哥哥也会来教我写画画。想着韩宇天天都能跟哥哥们一块上学，要是哥哥们对他的印象有了改观。想到这里，我趴在大哥耳朵边上。哥哥安安跟你们一块学好不好？我小声问。韩晨许扫了一眼正委屈撅着嘴的我，他修长的手指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好依你。过了2日一早，我便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孙嬷嬷惊讶的嘴都合不拢了。我笑嘻嘻地拿起自己的包包，嬷嬷给安安装些糕点。孙嬷嬷认命地去装了好些。我的小公主怎么好好的想去上书房上学了？哥哥都在安安也去，我老实地背起包包，坐在店外等着大哥来接我。果然不过2分钟，大哥便来了。今日怎的没睡懒觉？韩晨许接过我的包包，牵起我的手。我表情一本正经，上学不睡懒觉的。等大哥将我带进去时，几位哥哥也早早到了。安安，今日怎么过来上学了？没累着吧？坐小哥旁边吧，我
我晃了晃被吵到的脑袋。齐清风见状，没忍住笑了出来。见过安乐公主，她礼貌地说。我躲在韩晨许身后，偷偷望向她。丞相之子还有暗恋的人，就是不知这一世韩宇是不是也喜欢他呢？我小声问道：“你是谁啊？”果然还没等齐清风回答，韩宇就一脸气愤地拿起毛笔丢向我：“我讨厌你，你给我滚！”韩晨许本能地将我护在身后，几位哥哥也站了起来，面露怒色地盯着韩宇。我轻轻地扯着韩晨许的衣角，心中暗自思忖，韩宇果然还对齐清风念念不忘。韩宇见大家都护着我，声音颤抖着说：“你不准进这个地方。”这段时间他表现得很乖巧，哥哥们也认为他已经被嬷嬷教好了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欺负人。上书房里只有她一个女孩，平日里大家都关注她，但我一来，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我，这让她如何忍受？我掩去眼中的嘲讽，上前2步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可是父皇和哥哥都说我能来的。”韩语气冲冲地想要把我推出去，我红着眼眶望向平日最宠爱我的二哥哥。韩晨念接收到我的视线时，眼中的不耐烦几乎溢出。韩宇，你闹够了没？他的声音冷得让韩宇不禁颤抖。韩宇这些年虽然没有养在父皇和母后身边，但她毕竟是公主，宫里人就算再不喜欢她，也不会亏待她，所以她从小也没被人这么吼过。见二哥哥竟然这样对她，她眼泪瞬间就流了出来。明明是他先欺负我的，我沉默着想要离开，却被齐清风拉住。而公主，我们都看见了，安乐公主并没有欺负你。见她帮我说话，我眼睛亮亮地看向她。齐清风微微一笑，他与大哥一样挡在我身前。二公主，你该给安乐公主道歉。韩宇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他愤怒地指着我：“你离风哥哥远一点。”我看了看周围的哥哥们，装作伤心地低下了头，声音带着鼻音：“哥哥安安先回去了。”说罢，我便迈步准备往回走，可我的手却被大哥紧紧拉住。去坐好，这宫里没人能赶你。齐清风听大哥这么一说，便将拉着我的手松开了。韩晨许带着我坐到了最前排，剩下的哥哥瞧见，也将位置挪了挪，几人将我围在中间。韩晨念见我还是不开心，他将自己刚叼好的小猫递给了我。我唇角微微上扬，伸手接过，谢谢二哥哥。我宝贝地将小猫摆放在桌子上，可还没等我高兴一会儿，一个烟台猛地砸到我的后脑勺，我惨叫一声便晕了过去。韩晨许吓得不轻，他伸手将我抱起，安安安安。可无论他怎样喊，我都没答应他一句。他的手指轻抚上我的脑袋，指腹染上的血将上书房众人都吓得慌乱起来。大哥快找太医，韩宇恶狠狠地望着晕倒的我，活该，你就是该死，谁让你来？话音未落，一巴掌直接将他打得摔倒在地。韩晨念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，他阴冷地看着韩宇。韩宇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韩晨念。韩晨念的声音冷冷的：“安安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赔命。”韩宇被韩晨念吓得身子微微颤抖了2下。他就是该死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才是祥瑞。我才是祥瑞。韩晨念死死盯着韩宇，韩宇忍着泪意。我就是讨厌他，而现在发生的一切我都不知道。等再次睁眼，我头疼得厉害，甚至还有些想吐。母后眼眶红红的二哥是第一个发现我醒了的人。安安怎么样？我眼睛一酸，努力的瞪眼，想要将眼泪逼回去。可头实在是太疼了，哥哥母后，安安好痛啊！我哭
哭着伸手抱着母后的手臂，母后眼泪也没忍住落了下来。父皇收到消息赶来，见我被围在中间，感觉到父皇身上的湿气，我担心道：父皇淋雨了吗？父皇无事。父皇气愤地朝着殿外望去，今日就让他跪在外面，安安什么时候好？他什么时候回去？我眼底闪过一丝得意，不过这次受伤确实不在我意料之中。我是真没想到韩宇竟然敢在这么些人面前砸我。好在他人小也没什么力气，不然我恐怕真就醒不来了。我泪眼婆娑地拉着父皇的手，声音还带着点哭音，听起来好可怜，父皇不要怪妹妹。父皇沉默2秒，心中对韩宇的不满更多了。安安乖乖养病，我文言乖巧地侧身躺了回去。韩承许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部与父皇说明后，父皇眼底的厌恶都快遮掩不住了。我默默说了句：父皇，不然让妹妹回永寿宫好不好？这样他就不讨厌我了。父皇用手碰了碰我的额头，伤得这么严重，还有心情担心别人。我鼓了鼓脸颊，不理父皇了。安安要睡了，睡吧。父皇蹭了蹭我的脸颊，回头给安安找个听话的丫头跟着。因为我小时候每晚都会做噩梦，所以父皇母后经常守着我，就和今日一样。父皇母后与哥哥们在我床榻边守了一夜。我知道做戏要做全套，所以一晚上我做了3次噩梦，口中还一直喃喃：妹妹别怪我。母后闻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而父皇与哥哥只是心疼，顺带着他们看向殿外跪着的那人的目光更冷了些。这晚下了很大的雨，可大家都在关心照顾我，没人去管外面还在跪着的韩宇。不过韩宇的命还真是大，外面下雨加上跪了一整夜，竟一点事情都没有。这让父皇不得不信韩宇真的是在心。可韩宇对这些一概不知。事后韩宇将所有的怨恨都算在了我头上，不过他也因为这件事情学乖了。等我完全康复，回到上书房时，他开始像几位哥哥一样对我好。但母后听从了父皇的建议，给我找了个小丫头，是孙嬷嬷的外孙女，名叫阿香。这丫头非常护主，一见韩宇靠近我，便立刻向哥哥们使眼色。韩宇见哥哥们区别对待，还有齐清风对我的关注，依旧会被激怒。一而再再而三，宫里宫外都知道安乐公主善良单纯，而二公主韩宇脾气古怪，手段毒辣。为了避免韩宇再欺负我哥哥们，在上书房里，只要韩宇刚与我说话，他们便都会围上来。这种状态持续了好些年。韩宇也看出来，想要让哥哥们开心，只有对我好。我开心了，哥哥们才会开心。韩宇见我写了好长时间的字，便装模作样的给我端了一杯茶水。我受宠若惊的结果，刚想要喝，却被二哥哥拦住。韩宇脸色一白，我真的只是给姐姐倒杯茶水而已，对二哥哥没事的。我端起茶水一饮而尽，你看这不没事。韩沉念看了好久，这才放松下来。我笑着牵起韩宇的手，坐在一边。妹妹，我那边有好些流光纱，一会儿回去让人给妹妹送去，做2件无一格好。韩宇眼中闪过一抹妒恨，不过很快他便咽了下去。谢谢姐姐。我唇边带着浅浅笑意，我们姐妹俩无需说这些。这些年，父皇找了不少人来教我琴棋书画。韩宇知道这些比不上，我只能另辟蹊径。他苦练舞蹈，便是想着能一舞倾城，到时候将我彻底压下去。但我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呢？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我身上开始出现过敏的症状。齐清风一直关注着我们这边，他见我不舒服，立刻走了过来。安乐公主可是身体不适，我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。阿香见状，立刻走了过来，看着我身上出现的红点，她有些着急。公主，您这是过敏了，可是什么时候吃了花生？没有啊，我忍不住用手挠了挠脖子。
韩宇心底涌起一股火，他突然上手狠狠推了我一把。你要陷害我？我眼底闪过一抹难以觉察的笑意。推吧，这样他们就会更讨厌你。齐清风刚巧就在我身边，他及时伸手拉了我一把。我做完后低声说了句谢谢。韩晨念眸子里透出冰冷，韩宇我说过的。韩宇浑身站立良久，才从齿缝里吐出几个字：不是我，因为这次过敏并不严重，再加上我的阻拦，韩宇并没有受到惩罚。但父皇还是命人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最后在我喝的那杯水里发现了花生碎。晚上我睡觉时又做了噩梦，母后气急，恨不得将韩宇活活掐死。第二日我醒后，身上已经没那么痒了。我想着反正这些日子去不了上书房，不如想些其他事情做做，可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出来。直到二哥哥下学后来看看我恢复如何。糖葫芦，看着他给我带的糖葫芦，我惊喜地接过，见里面有2根。我心知另一根是给阿香的。阿香咽了咽口水，他示意我放在一边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这还是我第2次吃。第1次是我头被砸到，恢复好回去上学时，齐清风给我带的，想来这次应该也是他。我睫毛扑闪扑闪，嘴角勾起一抹大大的笑容。二哥哥，我们出宫玩好不好？韩晨念手上动作一顿，这我可做不了主。母后一进来就听到这么一句话，什么做不了主？我眼睛顿时亮了。母后，我想出宫玩好不好？母后盯着我这双大眼，一时也说不出拒绝的话好。真的，我惊喜的一把抱住母后。要知道我从未出过宫呢。母后眸中笑意更深，真的母后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一会儿母后去与你父皇说。我笑得冲着韩晨念扬了扬下巴。韩晨念宠溺的笑道，过2日等你身子再好些。我闻言脸又耷拉下来了。母后你看哥哥。母后替我理了理头发，你二哥哥说的对，等你身子好些再去玩。见母后都这么说，我只能再忍2天。出宫的日子终于来临，我穿上了一袭水色衣裙，清新脱俗。阿香看着不禁叹了口气。我好奇地凑过去，怎么了？公主您这气质，怕是旁人一看便认出来了。阿香担忧地说。我呆呆地眨了眨眼睛，不会吧？韩晨念在一旁听到我们的对话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不愧是从小养到大的丫头，倒是会说话。我上了马车才反应过来，二哥哥你笑我。韩晨念挑眉道，没有我笑阿香呢。我轻哼一声，将帘子掀起，看着外面热闹的街道，心里压不住地兴奋。韩晨念为了能更好地保护我，专门叫来了齐清风。我大买特买那些稀奇的小玩意，还买了不少衣服首饰。齐清风见我如此兴奋，小声问道，公主可是第1次出宫？对啊，我回答，心中却想起了上辈子因为韩宇的设计而没能出宫的遗憾。这次我要把握机会多买些。韩晨念见马车都快被装满了，说安安差不多了吧？我轻咳2声，好像确实有些多，可以了。齐清风忍不住笑了2声，若是公主以后出宫，齐某该多备2架马车才是。我唇边涌上一丝笑意。那就谢过齐公子了，客气。齐清风笑着点了下头。韩晨念微微眯了眯眼睛，回宫了。回到马车上，我开心地与阿香分享着今天买的这些饰品，虽说都不太值钱，不过样式都蛮漂亮的。韩晨念见我这般开心，开口让阿香先出去。阿香拿着银簪子笑着走了出去。韩晨念视线望向窗外，安安你对齐清风不喜欢？我丝毫没有犹豫。我不喜欢齐清风，甚至可以说有些讨厌。上一世齐清风在什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，
就凭着韩语对我的描述，便与旁人一起欺辱我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喜欢上这样的男子。韩晨念闻言放心了些，他不适合你。我知道的，我认真地望向韩晨念，二哥哥你放心。我知道谁对我好，就像这一世，我更亲近大哥、二哥，就是因为上一世。只有他们到最后都是信任我的，虽然他们也因为韩语而厌恶我。可在我被其亲封的好友侮辱后，是二哥用衣衫将我盖住，不让旁人对我指指点点。在韩语与其清风私会被发现，将一切都怪在我头上时，是大哥站出来说他信任我。韩晨念见我如此认真，好，你知道就行。回宫后，我将东西分成了好几份，专门将最多那份让阿香送去给韩宇。母后见我这般，只能无奈摇头。父皇知道我早早回来，便以来有受公用膳。韩承许因为一整日都与父皇在一起，此时也跟着过来了。父皇今日我和二哥哥出宫，买了好多东西，外面的糕点也好好吃，安安还带了好些回来。父皇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：“我让人将带回来的糕点拿来。”父皇和母后很给面子地吃了2块，就连不爱吃甜食的大哥也吃了1块。韩晨念见大哥将糕点硬塞下去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我赶忙给大哥倒了一杯茶，大哥你慢点吃呀。韩承许喝了一口茶，总算缓了过来。他刚想说什么，阿香就哭着拿着东西走了进来。我站起身，怎么了？二公主说这些都是垃圾。奴婢说这是公主今日专程挑的，她去打了奴婢。我看了看阿香脸上格外明显的巴掌印，愣了一下。没事吧？阿香擦了擦眼泪。奴婢没事，就是这些东西。韩晨念起身看了一眼，我今日精心挑选的布料全都被墨水染色了。我唇边溢出一声苦笑，强忍泪意。没事，就放在一边就好了，你先去擦些药。回到座位上，我沉默地吃着饭菜。父皇和母后都注意到了我的异样，而韩晨念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。我轻轻地为每个人夹了些菜，努力保持着平静。父皇、母后快吃吧，没事的，我自己用就好了，我轻声说道。父皇叹了一口气，心中感慨一母双胎的姐妹为何性格差异如此之大。他轻柔地摸了摸我的头。我低头吃着碗里的饭菜，心中却在思考如何让韩宇彻底破防。晚上过后，待父皇和母后离开，我找到了大哥，希望他能陪我去找韩宇。韩晨念有些犹豫，他刚刚才把东西送回来，你还去找他？我抿了抿唇，无奈道：妹妹说不定是觉得东西是下人送去的，也可能是阿香没说清楚。韩承许见状点了点头。那便去吧，我笑着回头让阿香将东西拿上。染了墨水的布料自流了下来。快到韩宇的宫殿时，我摸了摸发间，大哥，我的簪子好像掉了。天色有些暗，我眸间闪过一抹害怕。韩承许往后望了望，你先进去，我带人去找。我点头，带着阿香先进去了。韩宇见我来，有些惊讶。哟，安乐公主竟还会亲自来，我这小地方真是稀奇。我示意阿香将东西拿过来。韩宇扫了一眼我手里的东西，现在什么垃圾都往我这里送。我脸色一白，阿香最是见不得我受委屈，她直接将我护在身后，并不是垃圾。韩宇闻言走到我身边，还有安，你是故意的。妹妹你误会了，我试图解释误会。韩宇喊了一声，我愣愣地望着他。韩宇走到阿香旁边，将她发间那根簪子摘下。怎么在你韩有恩眼中，我连个贱婢都不如吗？我嘶嘶咬住后槽牙，阿香不是贱婢。阿香控制不住地看向我。韩宇觉得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，他走到阿香身边，狠狠给了她一耳光。我生气地回了他一耳光，而韩宇似是被我激怒了，他下一瞬便打了回来。刚好韩承许此时走了进来，见到我被韩宇打了一耳光后，他恶狠狠地管了韩宇一眼。韩宇想要解释什么，韩承许听都不想听。
回去的路上，阿香将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对韩承旭讲了。大哥并不觉得是我的错。母后见我回来，竟哭成这样，下意识地问是不是韩宇欺负我了。阿香见状也只能再说一次。母后听完也丝毫不觉得我错了，因为这件事情宫里的下人都知道，原来韩宇私下都管他们叫贱婢。这下好了，连之前伺候韩宇的宫女这会也都有了意见，不过我对此并不关心。我只知道韩宇这下在宫里是孤立无援了。想到这，我心情好了不少，顺带着饭也多吃了2口。事实证明，吃饱了真的会撑到。阿香见我这样提出，不如去御花园逛逛。我走着走着，走到一处凉亭。我知道这里韩宇特别喜欢在这里练舞，可这段时间他怕是没心情来练。阿香见这里安静得很，风景也好，公主可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我坐在软垫上，把我的琴拿来吧。看着周围的景色，我指尖轻轻拨动着琴弦，流水般的琴音便从指尖汩汩流淌而出。随着一曲完毕，我正站起身准备离开，却与玉人四目相对，我向后退了一大步。阿香顺着我的视线看了过去，那男人倚靠在一边的岩石上，他双眸狭长，唇色嫣红，眸中带着欣赏。敢问可是安乐公主？因为没见过这人，我犹豫了片刻。阿香见我这般上前，将我挡住，正是我们公主。男人上前坐在一边的台阶上，早听闻安乐公主的琴音稳若天籁，如今一见倒是真的。我想了好久，还是想不出这人是谁，敢问是？还不等男人回答，韩宇便急匆匆跑了过来。好啊，韩幼阳已经敢私会情郎。我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连忙解释我与他并不相识。韩宇不屑地上下打量了那男人一番，嘲讽道：“谁信啊？”男子不慌不忙地起身，与韩宇对视，这位便是二公主吧？见面也不配与我说话，滚远些！韩宇傲慢地斥责。我眼中带着歉意，对那男子说：“这位公子，不如你先离开吧，不准走。”韩宇怒气冲冲地拦住他：“韩幼央，我早看出你是个荡妇，在上书房勾引风哥哥，现在见不到风哥哥，你就找了别人，果然被我抓住了吧？”他上前死死扣住我的手腕：“走，跟我去见父皇和母后。”阿香用力将我解救出来。二公主，我们公主都说了不认识这位公子。韩宇的手掌猛地打在阿香脸颊处，贱婢上一次就是你。我挡在阿香身前，语气也染上怒意：“韩宇，我说了，阿香不是贱婢。”好啊，那你给我解释为什么你会与男人私会？韩宇像是抓住了我天大的把柄，我懒得与他废话，径直拉着阿香想要离开。韩宇扯着我的手臂一下两下，我竟有些想吐。本就是吃撑了才出来散步的。我大力推开韩宇，用帕子遮住嘴巴。好在干哕了2声便好了。韩宇见我吐了，更加肯定旁边的男子是我的情郎。二公主仅凭一眼便给人下了定论，是不是有些草率了？男人想要解释，却被韩宇指着鼻子骂了一通。因为实在不舒服，我示意阿香先离开。可韩宇就像是八爪鱼一般，缠上了就不愿意放开。最后还是那男子替我拦住韩宇，我才能顺利离开，不然怕是要被缠上好久。数日后，听闻凌小将军打了胜仗，父皇大喜，下令大摆宴席。这晚想着与我也无关，所以便婉去了一些。刚进殿内，韩宇便朝我望了过来，他眼中的厌恶与嫉恨快要溢出。我装作没看见，规矩地给父皇和母后行礼。母后为我介绍凌小将军，我眼底划过一抹震惊。林问霄哼笑，林问霄见过安乐公主。
早听闻公主天姿国色，今日一见名不虚传。我轻咳了一声，林小将军客气了。韩宇见我们二人这般，直接站起身，点出我与林文霄私下见面，还不止一次，并且他还怀疑我们两人早有联系，因为我已经怀有身孕。我听后一脸问号，连林文霄都没忍住笑了出来。这位便是二公主了，敢问公主是如何判断的？我委屈地看了父皇和母后一眼。父皇示意我别慌，他相信我，而母后则是冷冰冰地看着韩宇。韩宇心里早认定我是个荡妇，所以当然是怎么难听怎么说。前些日子我在凉亭撞破你与韩佑安的仇事，你还敢抵赖？皇上明察，林文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朝中上下无人不知，林文霄5日前才从边疆回来。这下好了，才刚一回来便被扣了这么大的帽子。来人将二公主带下去，父皇不想与韩宇多废话。可韩宇怎能愿意？父皇韩佑安闯出如此大祸，你还替他掩盖？韩晨雪站起身子，一脸怒意。林小将军从前一直待在边疆，才回来5日，怎么可能像你口中所说那般？韩宇似是没想到，但他还是认定我怀有身孕。那韩佑安怀有身孕，你总没话说了吧？我红着眼眶，倔强地开口：父皇，佑安愿意接受检查。父皇再也忍不住，将桌上的茶杯砸向韩宇。你就这么看不惯你姐姐？这些年你害她害得还不够吗？议会上的人本就没有怀疑过我，所有人都拿韩宇当笑话看。我知道今日父皇给林文霄办庆功宴，应该是想将韩宇下嫁给他，可韩宇却闯出如此大祸。我暗道蠢货，但面上还是为韩宇求情。父皇别怪妹妹，她只是行了，你别替她解释。父皇大手一挥，让人将韩宇带下去。我看向大哥，希望他能劝说一下，可大哥却别过头去，想来是对韩宇彻底失望了。但这场戏还需要韩宇才能唱下去啊！我内心有些焦急。就在韩宇要被带下去时，林文霄开口道：皇上，算了吧，二公主怕是被人教坏了。父皇本就在等林文霄开口，听林文霄这么一说，这才让人退了下去。韩宇悻悻地坐回位置上，老实了许多。父皇先是夸赞了林文霄几句，林家满门忠烈。林文霄的父亲与2位哥哥都战死沙场，而他也是从血海中拼杀出来的。比起京中其他人，他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微挑眉，林文霄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视线，看了过来，我吓得低下头。他哼笑了2声。父皇瞧见我们2人的互动，原本他只想将韩宇嫁过去，出于私心，并不希望我早些嫁人。但林文霄无论才貌还是武力，都略胜京中男子一筹。想到赵父皇问了句：“文霄可有相中的女子？”林文霄勾唇一笑：“臣此次不求升官。”父皇疑惑皱眉：“那你想朕赏你什么？”林文霄笑了起来，他起身行了个大礼：“安乐公主花容月貌，倾国倾城。臣林文霄求娶安乐公主。”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真的求娶我？真的是我？父皇看我傻盯着人家，佑安你可有其他想法？阿香在我身后使劲推了我一下，我才反应过来。刚准备起身应下时，齐清风站了出来：“皇上臣也。”韩宇看齐清风站起身时，脸一下子就白了。他喜欢这么久的男人，竟然也喜欢我。韩宇紧咬嘴唇，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。他起身跪在齐清风身边，打断了他未说完的话：“父皇，女儿与齐公子早已私定终身，请父皇母后成全。”齐清风脸色极差，但在父皇那想要杀人的目光中，也只能应下是臣求娶二公主韩宇。他说得很慢，脖梗处青筋暴起。我言笑着抬头望向父皇，父皇佑然愿意的。虽然我对林文霄没什么感情，但他最合适不是吗？若不嫁给他，我也会嫁给旁人。一共就2条路给我选，那我自然要选一条。
我走着舒服的韩语，心神不安，所以将婚期提前了。他出嫁那日，一如他出生那日，电闪雷鸣，风雨险些将轿子掀翻。好在有惊无险，他还是安全地被抬进了丞相府。不过丞相夫人一直认定他儿子会娶大家口中的祥瑞之女，可没想到最后竟娶了个灾星。韩语也是应了这灾星之名，她刚嫁过去，原本身体健壮，被丞相却生了一场大病。丞相夫人求了好些方法都没用，直到齐清风实在忍不了韩语那吓人的控制欲，打了他，丞相的病竟突然好了起来，就像是从未病过那般。齐清风自此对韩语不再强装温柔。韩语见他这样，想回宫找父皇和母后做主，但丞相夫人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直接将他锁在了房中。我能得知这些，说明父皇和母后也该是知道的，但完全没人去拦着。看来我这妹妹现在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但凡她曾经对身边的丫头好些，此事都不会落得个无人帮她的下场。可这也怪不得旁人，毕竟我用在她身上的所有手段，都是她上辈子在我身上用过的。亲爱的妹妹，好好享受我为你安排好的人生吧。随着时间一日日过去，也到了我成婚那日。父皇母后与哥哥们亲眼看着我上马车，出了皇宫，一群喜鹊不知从哪里飞来，他们围着我的轿子，将我送进了将军府。林文霄也算是没让我失望。成亲后，他对我百般宠爱，甚至明说自己不会纳妾。虽然我只当个笑话听，但他毫不在意，说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因为我身子实在是差劲，直到30岁这年才怀上了第一个孩子。我刚从宫里出来时，视线便落在路边一群瘸腿少胳膊的乞丐身上。阿香熟练地取出一些银子丢了过去。若是上辈子有人能给我一些银子，我应该也不至于会那般惨死。回到将军府后，我摸着还未隆起的小腹，这孩子算是惊喜中的惊喜。我原以为不会有自己的孩子，这些年我过得迷迷糊糊的，好像报完仇后完全丧失了目标。但老天还是可怜我，他在我最迷茫的时候，给了我一个最明确的答案。